今天离开宫古岛返回冲绳，酒店有免费的接送机服务。看着服务态度，在日本经常看到很多老年人还在工作，尤其很多岗位有很多老年的男性，最多的就是司机，还有机场、车站都有很多老年人在工作。很多人可能在地图上发现，这个宫古岛和我国很多地方，尤其是台湾，离得非常近。是的，这个宫古岛就在琉球群岛的南部。我这个冲绳到宫古岛的往返机票只有570，空中的飞行时间只有40多分钟。国内也有不少游客去宫古岛坐的是游轮，可以上岛玩一天。我这次宫古岛3天2晚，主要是花了机票500多，住宿800，还有一些交通吃饭的费用，花了大概1500。回到了冲绳那霸机场。很多网友会提醒我，这个冲绳我们要叫它琉球。松山，这是一个自助式的。再回到冲绳，换了一家酒店，位置也在市中心。这是回到冲绳，换了一个酒店。这个酒店便宜一些，不到200，也是包含早餐的，但不如之前住的那个。之前那260比这个好不少，所以就1块钱1分货，位置差不多。这个感觉老了一点，明显比那个旧，但是那个没房，很奇怪。今天下午去首里城，寻找一下失落的琉球王国，坐这个单轨列车。这个单轨列车就直达首里。那霸和首里算是冲绳岛上的2个小城市，正好可以坐这个车看一看这里的市容，真的有在泰国曼谷的感觉。放眼望去都是低矮老旧的建筑。我今天去首里城那边，首里城那边其实19年大火都给烧了哈，现在还有一些遗址，周边看一看吧。这首里城公园的图，这个地方算是冲绳难得的比较凉快的地方。上面还有一个展望亭吧，看一眼啊，上面可以看到下面。从这个角度望上去，你看这个首里城，它都属于那种红顶的，很多。据说他们当地都是鼓励在这边建红顶的房子，保持原来的一些风貌，然后好像还给一些优惠吧，给一些这个资金呢。这个首里城最后一次被大火烧毁，就是前几年，这个事件还蛮大的哈，好像19年吧，几乎都烧光了，主要的建筑群全都烧毁了。历史上这个琉球算是中国的属国，这个琉球的名字就是在中国的历史的一些记载中所标明的这么一个地理名称。几百年吧，都是属于中国的属国，特别明清这时代。这就是首里城的首道大门吧，首里门，上面写着首里之邦。这里就是琉球王国的王宫所在地首里城。这个首里城公园大部分是免费的，这里还保留着一些遗迹没有烧毁的世界遗产。就这整个算是冲绳的一个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吧，它是一个遗产群，还算没有烧毁。从这里入口，这有一大门，这写着欢会门。首里城的地图里面都是，里面这应该是仿故宫的小故宫吧。首里城作为琉球王国的王城，有500年的历史，东西长为400米，南北宽约270米，总面积46167平方米。
这个就是欢会门，门前2个大狮子。整个首里城建在山上，现在的城墙城门还保留了不少。这个瑞泉门为什么叫瑞泉？因为下面有口泉水吧，就从这流着，顺着就流进去了。进来就是城门多，这有一个镂刻门，这应该是被烧毁的，现在仿制中的广福门。它这门票现在半价，400日元，400日元合到10几块钱吧。这收费的就是其中这一片烧毁的区域，其他区域其实还是免费的。这几年都在重建首里城，估计明后年建成。宫殿的图，其实还是除了明清风格，还有本地的一些风格了哈。王宫里的大部分建筑都已经烧光了，城墙、城门都修复好了。这是个制高点，这个城堡就是可以从这里遥望整个琉球王国。我前几期简单介绍了一下琉球王国的历史。这个是参观主殿，正在建设中。这是主殿，完全损毁了，正在重新修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面这个大殿还真的蛮大的。这个是之前拍的照片，火灾前的。然后19年大火之后，你看这大火之后烧成这样了。哇，你看这大火给烧成这样了，基本什么都不剩了。而火灾之前是这样。火灾之后烧成这样，这个火灾都烧成这样了，所以这也就是木质建筑，就是很容易被烧毁，包括咱们国内也是，很少建筑能够一直保留下来。你看，这个一烧就烧成这样，烧完了，这个大殿上面那些龙头、须子，现在就是残骸，是重建中的房顶。这种方式也挺好的哈，在重建中也对公众开放，可以看到这个重建的过程。这些石头应该是保留下来了啊，因为这石头是烧不毁的。所以为什么欧洲建筑这个几百年哈保留的这么好呢？就是都是这种石材的。这个是白银门，石头参观。可以看到正殿。等到这个首里城重新修好了，就可以看到它历史的原貌了，是有不少中国文化的符号的。可以看到首里这边很多都是红顶建筑，这里还有个汤是什么？洗澡的地方吗？呵，琉球王国的华清池吧。显的哈，受咱们中国的文化影响。龙柱里面有一些小的陈列馆，这个大龙柱还是石质，有一些烧毁的建筑物件。这边还有城里的一些算是植物园、树林、小花园，有个展望台。逆光我都去了。整个这个首里城，其实里面面积也不小呢。你看它这个首里城也分为内城、外城，15世纪初建成的，15世纪初内城建成，16世纪外城。这边有个首里渡馆，感觉现在都是餐厅、休息室，里面好舒服，凉快。休息室、餐厅还蛮绿的。首里公园的一侧
有个池塘叫龙潭，路边好多小动物，简单走一下，扭扭的。反正如果来冲绳，有时间还是要到这个首里城参观一下，可以了解一下当时那个琉球王国的历史。又回到了那霸市中心，这是一个大商场，很喜欢市中心的这个商场，除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地下的食品街、餐厅非常的物美价廉，猪肝儿很多刚出锅的便当小吃， 800-900，价格基本都在20到50之间。 700-800，炒凉菜挺好的，这都1000出头。这个海鲜饭，这还蛮便宜的，600多。这是什么呀？这是鱼还是鸡？烤鸡，感觉这还真蛮有食欲的。刚做好的，这种那么便宜，才400多，这个真的比超市便宜耶。600多。生鱼片儿，这大份1300、1400，这个900多，这才600多。生鱼片儿，这都700多。这超市里的饮料比其他地方比711便宜。一个牛肉汉堡，炸鸡腿儿，一杯饮料，40。这安静又舒服，这个冰激凌还蛮好吃的。这条街就是著名的国际通。总体来说，这个冲绳的消费不高，吃、交通、住都挺便宜。这里的点心也非常好吃。有人吃过这个吗？泼大酱，买一小盒尝尝。这一小盒40多。这条商业街现在大概1-2公里吧，2公里。以前就是美国大兵经常来，早期被称为娱乐一条街嘛。现在主要都是游客为主了，餐饮比较多，餐饮、纪念品、食品、商品占了主流。这条街晚上也非常热闹。坐轻轨去机场了。在冲绳和宫古岛一共停留了8天7晚。我这次在7、8月最热的时候来冲绳和宫古岛，主要是为了看宫古蓝，因为只有7、8月这里的海水才最漂亮。按惯例也总结一下这8天7晚的费用：7晚住宿花了2000，3程机票花了1500，吃饭和交通花的非常少，总共也就6、700，参团1日游320，所以合计是4500左右。如果加上在北海道22天的避暑之旅，在日本1个月的旅行费用，这次花了2万左右。不算穷游，但也很节省，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次旅程。看看窗外，除了白云，真的是海天一色。当你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回到北京休息了10几天。也感谢这1个多月很多粉丝网友每天收看我的视频，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鼓舞。说实话，在北京的10几天，除了吃喝都没有出门，体重竟然增加了10斤，所以必须要出门活动活动了。明天准备出发，猜一猜我下一站去哪里？